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如果你试过很多方法，但都没办法成功的用中文思考，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堂课，因为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超级有效的方法，能让你真正开始用中文思考，并且自然地开口说中文。What if there were one simple trick that could finally help you think in Chinese and speak without freezing? In today's lesson, I'll share the number one method that helps intermediate learners stop translating in their head and start thinking directly in Chinese.It's practical, effective, and something you can start using right away in real-life conversations.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你可能已经知道，想要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势必要停止在大脑里翻译，改成直接用中文思考。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耐心等待我们慢慢的在脑中翻译。也许你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但还是没办法在说中文的时候不去用母语翻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毕竟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而改变一个习惯本来就很困难。不过你也不用气馁，因为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方法是100%有效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自己丢进一个必须说中文才能生存的环境里。在那样的情况下，为了沟通，为了生存，你不得不说中文，而且还必须立刻反应，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脑子里翻译。那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假设你很喜欢登山，可以参加由中文母语者组成的登山社群，经常跟他们一起登山，或参加他们的聚会。如果在那个社群里，大家都只说中文，或者只有很少人会说你的母语，那就更好了。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基督教徒，也可以考虑去中文的教会做礼拜，跟来自台湾或中国的基督徒交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很自然地被迫用中文跟母语者对话，也会开始慢慢用中文来思考。一开始进步可能会比较慢，但是只要你持续练习，就一定会自然地养成用中文思考的习惯，说中文也会越来越流利。多亏网络科技的发达，你其实不一定要到台湾或中国才能找到一个必须说中文才能生存的环境。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稳定的网络连线，你都可以自己打造这样的学习环境。
我来分享我自己的例子。我最近正在上一个跟教养孩子有关的线上课程，这个课程是100%用英文授课的，讲师和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英文母语者。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会停下来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其实我有点担心别人会笑我的英文不好，但是因为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还是会硬着头皮鼓起勇气举手发问。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每一堂课至少用英文问一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练习英文口说，也能真正解决自己的疑问。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2件事一定要先克服。第一，要鼓起勇气，不怕丢脸。第二，要愿意走出舒适圈，主动开口说话。如果你住的地方比较难找到中文母语者，也没关系，你可以参加中文的线上活动，比如中文母语者开设的线上读书会、线上研讨会、线上课程，或是找语言交换伙伴等等。我在第47集的节目里分享了一些能轻松找到中文母语者进行语言交换的管道，你可以参考看看。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方法，在学英文的过程中，自然地养成了用英文思考的习惯。我非常爱看书，所以定期会参加线上的英文读书会。一开始，我根本不敢在一群英文母语者面前说话，现在反而变成最爱说话的人之一。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成功打造一个中文脑。如果你对用中文思考这个主题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第71集的节目，那堂课对你也会很有帮助。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